说到高雄春节最大型的活动，莫过于就是在爱河湾举办的吉伊卡哇秀，搭配整个博二的春节活动，加上冬日游乐园，让整个爱河湾都挤满了人潮。从博二到旅运中心，这将近2公里的路程变得寸步难行。那这次就好好的把这段春节行程介绍一下吧，让各位观众避开人潮，好好享受这个春节假期。这次的主要介绍自然是吉伊卡哇跟冬日游乐园，后面还会追加旅运中心的部分。那有兴趣的观众也请多加支持、按赞跟订阅。这段行程基本是建议从大众运输开始，如果你是开车到博二也是可以，但位置不算多，而且当你走到旅运中心时，会发现结果回来还是只能用走的，或是再搭轻轨回来。那干脆一开始就搭捷运或轻轨过来就好了。那如果是搭捷运，是从盐城部站下车即可。如果还赶得上新的街市集的时间，也能先凑凑热闹，体验一下高雄这1年1次的年节市集。那轻轨的部分，不管是顺向还是逆向，都没有停靠光荣码头，这边要特别注意。所以基本上建议搭到C9旅运中心站、C11真爱码头站，再不行至活动会场，较为合适。那我个人这次是从捷运过来的。那第一站就是遇到吉伊卡哇中的小巴。说起来这系列还是女儿介绍给我，我才知道这些。等等在影片中也会多加介绍这系列的由来。人虽然很多，这边其实还蛮好拍的。那接下来往另一边移动，这里也能看到警方在驱赶未允许的摊贩。来到流行中心的另一侧就是吉伊卡哇了。天气很好，只是有点背光，所以拍起来有点暗。如果是很早来，是可以拍到无人潮的独照，就看各位观众的取舍了。这时间来只能说是挤爆再挤爆了。像是行动不便者或推婴儿车的家长，要再三思。那要避开人潮往旅运中心走，建议是走这条，里面都是市集，其实不太好走。这条连推婴儿车都很好走，非常建议。从博二走过来约30分钟，这边就是冬日游乐园的主场地，全部25种游乐设施通通都是免费。那免不了就是要排队排到天荒地老了。那这次主要的介绍就是把各个设施的排队人潮跟游玩内容分别介绍给各位观众来参考。那趁这个空档来介绍一下吉伊卡哇的由来。吉伊卡哇是漫画作家长野以希望变成这样的样子，灵感所绘制而成的短篇漫画。那为什么要叫吉伊卡哇？吉伊2个字取自日文小七赛的前段发音，而依照这样的逻辑来思考，相信大家对卡哇的意思不陌生。吉是日文的可爱，这又小又可爱结合在一起，就是吉伊卡哇。后来又延伸发展出许多可爱的角色，像是乌萨奇跟小斑猫等等。那言归正题，跟去年的冬日游乐园一样，入园游玩前需先领游玩券才能进场。票券有分日光跟星光券。游园券发放时间，当日活动开始前1小时，周1至周4。日光券15点到18点，14点开始发放。周5至日及例假日，含年假期间，则开放星光券18点到21点，17点开始发放。非常重要的一点，仅限小朋友领取，禁止带牌带领，请各位观众要多加注意。除了游乐设施，现场还有其他表演活动，大小朋友也能参加同乐。那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介绍设施了。第一项是幼儿气垫乐园区，有身高限制且仅提供2到4岁的幼童玩。但如果体型太小的小朋友，还是别进去挤了，还是有点危险性在，建议要先评估一下再进场。接下来是巨无霸球池，这设施非常的热门，
我当天看至少排了200-300位民众，但他一次进场也不少人，而且一次限10分钟游玩，真的要排也是可以，可能排个半小时就能排到了吧。连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先玩了起来。中间还有设有巨大溜滑梯，让小朋友能玩得更疯。这也几乎是必玩的设施之一。因为里面还很空，里面没人，尽量往里面移动，尽量往后方移动，里面没人。那同一边的气垫乐园也是许多家长的首选。一来这种设施比较容易让小朋友放电，二来可以玩的时间也比较久一点。但相对的排队时间会更长，这部分就要自行斟酌了。这边中场休息一下，来朝圣乌萨奇。那这样吉伊卡哇3巨头都收集完成了。这里还有正版商品选购区。不过种类不多就是了，算是加减来看的而已。那游乐园的另一边自然就是市集摊贩区了。承袭去年的传统夜市风，今年还是那些老面孔店家。从博二走来到这里都还是吃的，真的是逛一逛，肚子不用怕饿到。这间店我去年也有拍到。想不到今年加码一次烤3只，远远的就能闻到这烤猪的味道，但相对的这把烟也飘得到处都是。那厕所告示很用心，还特别加高标明，绝对不用怕找不到厕所，外面也有洗手台可以使用。那吃饱喝足了，那就继续来玩吧。接下来是硬体设施较多。会简单拍摄过程跟游乐性，让各位观众参考，来看是不是值得花时间来排队。再来是这台冰雪海盗船，一次坐6-7个小朋友，如果有排队也是一下子而已，算是比较不用等的游乐设施。这海盗船在园内有2台，择一来玩即可。这小火车排队人潮其实还不算少，不过一次能坐10几位小朋友，但游戏时间偏短，所以也不会排很久。地上都有红线排队位置，所以动线也不会太乱。接下来是这个轨道蒸汽车。这个排队人潮就有点难消化了，一台基本上只能坐1位小朋友，排队时间就会被拉得很长。谢谢。这矿山火车跟刚刚小火车差不多，建议是看顺眼的择一来玩即可。服务台广播，不太需要重复玩同类型的设施。信用卡及1张悠游卡，若有遗失的民众听到。接下来就是我认为整个乐园中必排的设施，也可以看看这排队人潮。这设施光是背景就超好拍，虽然一台车能坐2个小朋友，但依旧要排很长。现场看起来至少都是要排1个小时左右。如果要玩这项，要非常有耐心排队哦。这旋转飞机就比较一般了，与刚刚的热气球差不多，一样是择一来玩即可。那小火车这边就不多加介绍了，与刚刚那几项的火车系列都差不多。如果没有每项都要玩到，一样择一即可。这梦幻飞天车还不错，但一次能玩的人数不多，排队人潮很难消化，也是要排上一段时间。另外会旋转摇晃，对小朋友来讲可能会晕眩。
建议评估小朋友的状况才排队。这比海盗船系列的摇晃还强，算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设施。这设施跟刚刚飞机系列也差不多，看哪边排队比较少人就择一排队吧。虽然重复的设施不少，但也算是可以分散人潮啦。配上85大楼当背景，还蛮搭的说。那说到游乐园，自然就少不了这个元老级的设施。虽然不够华丽，但一定能满足很多少女心。另外的排队人潮也不算少哦。旋转咖啡杯，这设施要慎选同行的小朋友。以前带女儿做过同类型的设施，其他的小朋友一上去就拼命转，会非常晕，是有点赌运气的设施。这飞天椅，我个人建议是不用排，游戏性有点弱，其实也没什么人排队。真的没设施可玩，再来玩这个吧。这跟刚刚的冰雪海盗船是一模一样的设施，真的想玩就择一来玩即可。这个强烈建议也是必排的设施，连我都有一点想玩了。但相对的排队人潮也是非常多，我粗略看一下，至少也是要排上40分钟左右，可以看看后面的人潮来参考。那这个电音之旅也还不错，虽然也跟飞机系列差不多，但多了一点可以脚踩踏板的游戏性。算是可以来排的设施之一。那冬日游乐园的设施全部介绍完毕。如果想要静态一点的活动，也可以来旅运中心走走。这次在旅运中心有推出诚意要湾艺术节的活动，活动主题为慢波，展场主要在3楼跟4楼。今天来拍摄时，刚好有一道大船靠港。基本上有4个展区，还有领队节目气球装置，爬在旅运中心的外墙上，格外有份喜感。这个气球装置也能到4楼近距离合照，算是非常的有趣。一次3个全入镜，旁边还有家长帮小朋友调角度。不过旅运中心户外是建议下午来会好一点，可以欣赏港湾日落的美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4楼的部分来到了另一个展场，其中有许多有趣的创意跟构图。展期是到2月16号，让各位观众参考看看。那也来讲讲这次冬日游乐园的部分。由于是免费活动，相对带来的排队人潮是可以预估的，真的人潮太多也只能择日再来。活动时间除了春节以外，还有一般平常日，只能讲如果觉得会排超过1小时，就不用再等了。不管是日光券还是星光券，都是只能玩3个小时。要如何在这3小时之内玩到最多的设施？那看这集影片或多或少，应该还是有帮助的。那不止游乐园多人，连轻轨都是持续爆满的状态。那也只能说春节就是这样啦。体验这种人挤人的感觉，也是年节的一环吧。那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支持按赞、订阅跟分享。期待下一个影片与您再相见。